好，命由八字先天定，运由风水起波澜。大家好，我是三亮道人啊，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紧接上一期，我们来聊一聊甲辰龙年丙子月生肖属马的运势。那生肖属马的甲辰龙年丙子月的运势呢？这个丙子月呢，它是在2024年12月6号到2025年的1月4号啊，这一个月我们称为是丙子月。那对于属马的来说，它是一个波动比较大的月份啊。五行属火的生肖马在丙子月中啊遇到子水，就形成了什么？子水水火相克。可能会导致运势起伏不定，尤其是在情绪、事业、人际关系等方面，容易产生一些波动。那在这个吉星、天喜星和岁合的加持下也为属马的人带来不错的机遇。所以说，丙子月适合属马的人稳中求进积极的化解水火相克带来的不利影响，以达到这个运势上面的平衡发展。我们先说说这个属马的人这个财运方面因为这个对属马的来说呢，它的整体偏平稳，但是呢，受这个水火相克的影响财务状况也会有所起伏。容易有大额的支出。的正财方面呢，这个属马的人他还是会保持稳定特别呢是依赖薪资收入的属马的人，那在这个月有望通过努力获得额外的奖金或者是奖励因为有这个吉星岁合的助力，它会使得正财收入有一定的增长。建议属马的人抓住这个机会按计划分配资金，尤其呢是在节日开销较大的月份，保持财务有序的管理，这显得是尤为重要的。那么偏财方面属马的人在丙子月并不适宜的冒险这种投资因为受凶星劫煞星的这个影响，容易在高风险的项目中出现波动，所以建议这个月在投资方面要保持稳健，避免跟风或者是投入这个短期收益较高的这种项目。那对于创业或者从事这个项目投资的这个人来讲适合在这个月集中精力打理已有的业务不要盲目的去扩张。好，刚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我是三亮道人大家有什么问题请加入我们的交流群，稍后呢我会给大家免费的解答。那我们讲讲这个事业方面吧。这个属马的人在丙子月，他的事业运势呢会较为复杂有吉星岁合星这个到来呢，属马的人在工作中他会带来一定的贵人运。那尤其呢是在与领导或者重要客户的合作当中，容易获得支持和肯定也会推动这个项目的这种进展的顺利发展。对于从事管理岗位的人来讲，那这个月是巩固团队、加强管理的好时机，可以适时的调整团队的目标与方向以提升整体的工作效率。但是呢，它有凶星、卷舌星的存在它就会使得工作中的这个沟通显得是比较困难的，特别呢是在一些细节或者是重要的决定上面，容易产生误解，甚至引发矛盾。那属马的人本月在沟通中呢，应尽量的保持冷静，尤其是在团队合作当中应加强对他人的意见的尊重和理解。所以建议这个属马的人多用一些
温和的语气处理问题，避免过度的强调强硬这个以确保这个工作的顺利的推进。那在情感方面丙子月，因为它水气对生肖属马的感情生活带来了微妙的变化。已婚或者是有伴侣的属马的人，在吉星天喜星的照拂下感情运势是比较和谐的彼此之间呢，它这个默契与支持度呢会增加，适合一起制定来年的生活计划或者是家庭计划。但是呢，由于水火相克的这个因素属马的人呢，在日常生活中呢，可能会因一些小事引发情绪上的波动，尤其呢是在沟通时容易因为误会而产生不必要的摩擦。所以建议属马的人要保持宽容和体谅，避免情绪化这种表达这个以维护家庭的和谐的这种氛围。那对于单身的属马的人来说呢，这个吉星天喜星会给你带来这个桃花的运势，特别呢是在社交活动当中呢是有机会结识心仪的对象的。所以建议属马的人顺其自然的发展，不要过分的急于求成保持真诚和耐心那这呢它会有助于增加这个感情的这种稳定性。所以属马的人呢，他可以多参加一些朋友的聚会这个朋友之间的这些社交的这些活动它是有助于扩大交友圈，但是不宜过度的追求这种这个扩大这种交友圈这个就是过度的去追求这个新鲜感呢，它避免因为感情上陷入一些误会或者是不必要的麻烦，这一点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点的。那说到这个感情运势，属马的人呢，在甲辰龙年丙子月桃花的这个运呢是比较旺盛的已经有这个网友开始问了还有哪些属相在这一期间桃花运旺盛我告诉大家大家要记清楚了。那还有一些这个属相呢蛇、猴、鸡、狗、猪下面呢我会陆续的讲到上述的这些属相的人呢，特别是单身可以利用这一契机尽快的脱单那么健康运势方面，那丙子月的健康运势对属马的来说呢是稍微有点这个波动，因为受水火相克的影响，属马的人容易在这个寒冷的天气中出现免疫力下降或者身体不适的情况，特别是凶星、病符星的入宫，可能会带来一些小病痛。那尤其是冬季常见的感冒咳嗽、呼吸系统的问题，那属马的人需要特别的留意身体的保暖，要加强锻炼，提升抵抗力。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三亮道人。那现在呢，正在给大家这个直播12生肖在甲辰龙年丙子月的运势帮助您这个趋利避害这个趋吉避凶欢迎大家订阅本频道并且加入我们的交流群，有什么问题呢，我会尽快的给您回复免费的这个给您这个看一看的。那我们再继续讲在饮食方面，属马人呢本月应当尽量的避免这个过量食用生冷辛辣的食物，保持饮食清淡，特别的是呢要避免肠胃不适。此外呢，凶星的影响还会带来一些这个睡眠质量的波动。那属马的人呢应注意作息规律避免过度的这个劳累，同时呢保持良好的情绪管理这是会有助于减少水火相克带来的这个健康的困扰。
那在人际关系方面，丙子月属马的人人际关系呢，它是比较复杂的，因为吉星岁合带来的一些贵人助力，使得这个属马的，在团队的协作下更容易获得支持，特别呢是在重要的决策或者是项目推进的时候，能够得到同事、上司的帮助，那为未来的人际发展积累资源，但是呢，这个凶星卷舌星呢，也会带来一些小人或者是背后议论的这个影响。特别呢是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属马的人容易遇到沟通障碍。所以建议属马的人在与人交往时呢，要保持理性，多倾听他人的意见，尤其是在重要的合作当中，要保持冷静，避免因为情绪波动而导致误解或者是不快。属马的人呢，还应该这个适当的展现宽容和包容，有助于这个改善人际方面的这个关系，从而呢增强团队合作的凝聚力。那整体来讲丙子月对生肖属马的来说呢，是一个需要保持平衡的月份。五行水火相克，使得财运、事业、感情、人际关系都会呈现出波动的状态。建议呢，所以属马的人尽量以稳为主，这个不易冒进。那么在财务上面呢，保持理智的支出和保守的投资策略。那在事业上要多加这个利用贵人的这种运势，按计划稳步推进工作进展，避免急功近利。那感情上呢，则是需要多体谅这个伴侣的心情，减少不必要的摩擦。那在健康方面，要建议属马的人保持规律的作息，注重保温和适度的运动，避免因情绪波动而影响这个健康的这种状态。那人际关系上呢，则需要避免情绪化的沟通，以宽容的心态应对可能出现的分歧，建立融洽的人际氛围。总体而言呢，这个丙子月会为这个属马的人这个带来成长和调整的机会。只要这个保持冷静，积极的应对，就能够将这个运势中的挑战化为成长的力量，为这个未来发展奠定稳定的基础。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三亮道人，现在呢正在给大家解析甲辰龙年丙子月12生肖流月的运势，帮助您能够趋吉避凶，趋利避害。欢迎大家订阅本频道如果有问题呢，请加入我们的交流群。下面呢，我们聊聊生肖羊在甲辰龙年丙子月的这个运势。那生肖这个羊在龙年丙子月，那对于生肖羊来说呢，是一个充满变数的月份，因为这个月份呢是从2024年的12月6号到2025年的1月4号，所以它五行丙子月这个五行属土的这个生肖羊的这个生肖，在丙子月水月中，它面临一定的这种水土相克的压力，所以土克水的力量可能会带来不小的这种挑战，尤其是在人际关系上，还有事业、健康等方面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呢，吉星、福德星、天德星的加持，它是为这个属羊人提供了积极的能量，帮助平衡和提升整体的运势。本月属羊的人士呢，应该积极的应对，以稳健的态度来把握好机遇，化解不利。那财运方面，属羊的来说呢，是在这个月比较复杂的，
首先，它是吉星福德星的守护啊，会给属羊的带来一些正财方面的稳定，尤其是在常规收入方面表现是比较好的啊。那个正财方面呢，它是能够通过这个稳扎稳打的工作呢，积累可观的收益。但是呢，它毕竟还是水土相克，它会导致偏财方面的波动性的增加。所以说呢，对这个习惯于投资的人来讲，那这个月呢是不宜去冒险，尤其是短期收益的那种高风险的项目要格外的谨慎。那属羊的人在本月采取这个保守的理财策略啊，将收入集中于稳定项目或者储蓄上，避免不必要的高风险支出。那在生活的开支上面啊，也需要理性的消费啊，以防突如其来的支出影响财务的计划。总体而言呢，本月的财务策略啊，应以稳健为主啊，尽量的减少过多的这个物质的支出和高风险的投资。那在事业方面，丙子月对生肖羊来说是要一个谨慎应对的这个月份啊，因为有吉星天德星的助力呢，给属羊人带来的贵人运。那特别呢是在职场中啊，这个容易获得他人的支持与帮助啊，有机会呢在工作中取得进展，甚至得到上级的认可。对于从事创意类的团队协作类工作的这个人来讲，那丙子月是展示能力、发挥优势的良好时机。但是呢，还是有这个凶星和灾煞的影响，那可能会为这个属羊的人带来一些突发的压力，尤其呢是在团队的沟通和合作上面，可能会遇到小摩擦，甚至影响工作的进展。那么属羊的人啊，在这个沟通中啊，应该保持冷静，适度调整自己的这个表达的方式，避免因为小事儿影响了这个团队的氛围。此外呢，在面对决策时呢，要保持清晰的头脑啊，不要这个轻率的做出这种改变，尽量的这个稳步推进已有的这个项目，确保工作的平稳进行。好，刚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我是三亮道人，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加入我们的交流群，稍后呢我会给大家免费的解答。我们继续再讲感情方面感情方面对于属羊的来说呢是相对平稳的，尤其呢是已婚或者是有伴侣的属羊的人。那在吉星福德星的照辅下呢感情关系呢会更加的融洽和谐彼此呢在生活和家庭当中呢能够互相的支持共同为未来的目标而努力。不过呢水土相克也可能会带来一些小的情绪波动。那么属羊的人应该注意沟通这个在这个沟通方面呢还要保持耐心，避免因为情绪起伏而对伴侣产生误解。那么对单身的这个属羊的人来说呢，丙子月并不是一个桃花非常旺盛的月份，那感情上呢可能会没有太多新的突破，但是有福德星的存在也会带来一些潜在的情感的机会，尤其是通过朋友家人介绍的方式会认识一些这个新朋友的机会也会增多一些。所以建议这个属羊的人呢在这个月顺其自然，不必强求注重在友谊的基础上发展感情以便呢未来有更多稳固的这种关系发展的基础。那么在健康方面属羊的人呢健康方面会受到水土相克的影响，容易出现一些小的病痛，尤其呢是呼吸系统、肠胃和关节方面需要多加注意
因为有凶星、病符星，它会带来免疫力下降的情况，所以呢，属羊的人在此期间呢，应该特别的注意保暖避免寒气入侵，减少外出和加班避免过度的劳累对身体造成的这些负担。那我还是要建议这个属羊的人要多关注饮食调理，少吃生冷辛辣的这个食物，以免引发一些肠胃不适，尤其是在冬季。那属羊的人可以适度的增加一些温补的食材，增强体质和提高这个免疫力。那另外呢，要保持规律的作息和适度的运动，有助于增强体质，预防季节性疾病的影响。所以对于年长的这个属羊的人来说最好是定期的去体检每年呢去体检，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避免季节性的健康问题的发生。那么谈到这个健康运势这个话题，很多网友都很关注除了我刚刚讲过的一些属马、属羊的之外呢，那么属相、属鼠的、属牛的、属虎的、猴、鸡、狗、猪，那在丙子月的健康运势也都是稍显一般这是由于呢丙子月特殊性决定的。那因为丙子月五行它是属水的，水气旺盛，因此呢对一些属相健康运势会产生这个程度上不同的这种影响。那么丙子月的这个还会对一些属相它的健康这个一些大部分的属相健康会有一些问题的这个原因存在的。那我们这个后面也会详细的讲那在人际关系方面，我们继续讲。那属羊的人际关系上面呢，会处于一种需要维护的状态，因为有吉星天德星带来较好的这个贵人缘，所以属羊的在职场和社交场合中呢，容易遇到愿意帮助你的人为未来的发展和积累有用的人脉资源。但是呢，这凶星的卷舌这个星可能会在沟通中带来一些摩擦，特别的是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更容易因言辞不当而产生误会。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三亮道人。那现在呢，正在给大家这个直播12生肖的甲辰龙年丙子月的运势为您呢这个趋吉避凶，趋利避害。欢迎大家订阅本频道加入我们的交流群。好，我们继续这个属羊的人最好呢就是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多倾听保持谦和的态度，避免在小事上斤斤计较，尤其是在工作中的团队协作过程当中，尽量的以和为贵。同时呢，本月不适合参与复杂的这种社交的活动。那属羊的人可以保持低调以稳重的姿态应对各种关系，避免因言行不慎而导致不必要的误解或者是争端总体来讲，属羊的人呢，这个在这个月还是需要这个谨慎行事的月份，因为五行水土相克带来的这个波动，让各个方面运势出现了一定的这种不确定性。所以说呢，在此期间呢，要保持冷静以稳健为主在财务方面应采取保守策略，避免盲目投入高风险的项目，合理的规划收入和开支。事业上呢，则可利用贵人运把握机遇，展示才能，但也要注意沟通中的耐心与技巧。那感情方面，属羊的人要保持情绪平和，已婚的
应该多与伴侣沟通啊。单身的可以呢顺其自然啊，发展人际的这个方面的关系。那健康上呢，则需要格外的关注日常的作息，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应对寒冷天气对身体带来的影响。啊，人际关系上面呢，以谦和的态度啊来待人接物，避免因沟通不畅而引发小摩擦。那么整体来看呢，属羊的人在丙子月需要平稳应对啊，谨慎的化解水土相克的影响，同时呢，把握吉星带来的正面机会，以实现运势平衡发展啊，这个为来年的运势啊这个提升奠定良好的基础。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甲辰龙年丙子月12生肖啊，这个在这个月的这个运势。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比如说事业、财运、健康、婚姻、感情、风水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加入我们的交流群，我会及时的查看并免费的解答您的问题。好，谢谢，我们继续啊。说完了这个属羊的，我们说说这个属猴的。那在甲辰龙年丙子月，丙子月在公历的12月6号到2025年的1月4号，这个月是我们称为丙子月。那对于属猴的人来说，是一个运势波动比较明显的时期啊。五行属金的这个生肖猴，在丙子月遇到水气旺盛的子月，会形成金水相生的这种关系。那它会为整体的运势提供了支持，吉星、天喜与月德星的帮助，让生肖猴在事业、感情、人际关系上都会具有较好的发展机会。但是呢，凶星、病符星和劫煞星也存在着增加了不少这种不确定的因素，所以这个属猴的在这个月还是需要保持谨慎，稳中求进。那属猴的在这个月的财运会怎么样呢？我们来说一说啊，因为这个月它对属猴的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因为得益于金生水的五行相生财运在正财和偏财方面都有不错的表现因为还有这个吉星月德星在财运方面带来了这个财运的稳定性。属猴的人通过这个勤勉的工作，有望在月底这个收获一定的奖金福利，还有一些额外的收入。所以呢，这是一个积累财富的一个好的时机要把握好丙子月，尤其呢是在对于从事技术管理或者是有项目分成的这个属猴的人士，可能会获得令人满意的收入。那我们再说说这个偏财运，偏财方面呢，本月会有这个不错的这个财运。那由于劫煞星的干扰也需要这个属猴的人保持理智反正不要盲目的投资或者是尝试高风险的这个项目。那对于有这个投资习惯的这个属猴的人来讲呢，那建议保持低调风险的投资方式避免因为贪心而造成的损失。同时呢，这个月在消费上也要合理的控制，尽量的避免冲动购物以确保财务的稳定。我们刚刚讲完这个属猴的财运，那就会有很多这个网友留言咨询自己的属相的财运那在甲辰龙年丙子月，也就是说2024年的12月6号到2025年的1月4号，财运较好的属相除了猴以外，还有属鼠的虎、兔、鸡、猪这些属相，它的正财运和偏财运都会有比较不错的表现
但是虽说这个财运比较好，也需要注意和忌讳的这个地方，只要避开各种禁忌，这个才能使财运通达。好，我们继续，亲爱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甲辰龙年丙子月12生肖这个在这个丙子月的这个运势。那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任何问题，那比如问事业、财运、健康、感情、风水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加入我们的交流群，我会呢这个及时的查看并免费解答您的问题。好，谢谢。我们继续啊。那对于生肖属猴的，他的事业运势会怎么样呢？那在丙子月，他的事业会比较有利，因为有吉星天喜星，使得属猴的人士呢，在工作当中具备了更强的创新力和表现力，尤其是在需要创意和合作的项目当中，表现比较就是比较出色，容易得到领导的赏识与同事的支持。所以说呢，这是属猴的人展示才华这个巩固职场地位的好时机，适合在团队中发挥领导能力，而且能够带领团队完成重要的任务。不过呢，不光都是好的，还有不好的，尤其是这个凶星卷舌星在职场中带来了一些沟通上的隐患，所以属猴的人在本月需要特别注意言辞，避免因过于直接或者强势的表达而引发同事或上司的误解。所以这个属猴的人在团队中合作一定要保持谦逊，重视他人的意见，特别呢是在重大的决策或者项目的推进中，多听取不同的观点，有助于维持团队的和谐氛围。此外呢，对于创业或者是领导岗位的属猴的人，这个月在签订合同或者是合作协议时，需要更多的谨慎避免因为疏忽而引发后续的问题。那么我们再说说这个感情的运势那丙子月呢，对属猴的人来说，感情的运势是比较活跃的。那特别是单身的属猴的人，受吉星天喜星的影响，本月的桃花运呢也会比较旺盛，容易吸引到异性的关注。属猴的人呢，如果有心开始新的恋情，那可以积极的参加一些聚会或朋友的社交活动，有望遇到与自己志趣相投的对象。建议属猴的人在交往过程当中呢，保持真诚，不要急于求成以稳健的方式建立感情，而且还能够带来更好的关系的发展。所以对于已婚或者是有伴侣的这个人士而言的话呢，那丙子月的这感情生活呢是比较和谐的，但是还要小心这个凶星卷舌星可能会带来一些小摩擦，尤其呢是在一些日常琐碎上容易出现误解或者矛盾建议属猴的人相处中要多一点耐心和包容，避免情绪化的反应，尤其是在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个时候呢要注意方式方法，以免引发不必要的冲突保持沟通和理解将是非常有助于你维护彼此之间感情这个和谐的。好，刚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我是三亮道人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加入我们的交流群，稍后呢我会给大家免费解答。我们再讲讲健康方面吧。属猴的人在这个月他会带来一些隐忧，因为有凶星并福星入命，可能会引发一些小的健康问题。那属猴的人在此期间呢，格外的要注意身体的
这种状况，特别呢是在寒冷的天气下，容易出现呼吸道系统、感冒、肠胃方面的不适啊。建议呢，属猴的人士在饮食上保持均衡，避免过量的食用生冷或者辛辣食物，以防止肠胃出问题。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本月啊，要适合进行适度的运动和锻炼，增强体质啊，尤其是一些女性，还要最好检查一下这个乳腺这方面的问题啊。但是呢，我们运动的时候啊，尽量的还是要这个进行有氧运动啊，尽量的避免无氧运动。这个所以说的不要进行过于剧烈的运动啊，这个以免因疏忽造成意外的伤害啊，对这个身体健康啊，这种无氧运动实际上对身体健康不是太好啊。所以属猴的人士啊还是要注意作息规律，避免熬夜、长时间的工作啊，保持心情舒畅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啊，这样呢有助于减少病符星带来的影响啊，维持身心健康的这种平衡。那在丙子月生肖猴在人际关系当中呢，这个人际关系上呢，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顺畅的，主要是得益于吉星、天喜星带来的良好的社交运。那属猴的人在团队合作的社交活动当中会表现得比较活跃啊，容易获得他人的认可和信任。那特别的是在工作和社交场合当中，属猴的人会凭借自身的这个亲和力和幽默感，赢得这个别人的好感啊，也会有机会结识新的朋友，或者是拓展人脉资源。不过呢，还是有一些不好的。你比如说凶星、卷舌星啊，在沟通方面呢，会带来一些小的阻碍，尤其是在表达这个意见这个时候呢，容易与他人产生分歧。建议属猴的人在交流中呢，尽量的避免言辞过激，保持宽容和谦逊的态度啊，尤其是在意见相左的情况下，保持冷静的心态，尽量的倾听啊，就是他人的想法啊，保持良好的沟通方式啊，就会有助于巩固已有的这个人际关系啊，增进彼此的理解和信任。最后呢，我给这个属猴的人再总结一下啊。那丙子月对属猴人来说呢，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月份啊，因为有吉星、天喜、月德星带来的这种积极的能量，使得属猴的人在财运、事业、人际关系上都有不错的表现。那财运方面呢，正财的收入比较稳定，偏财这个机会适中，但是需要保持谨慎啊，避免高风险的投资，或者就尽量的不要去搞那个高风险的投资。那在事业上，属猴的人呢，可以积极展现自己的能力啊，但在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多一些耐心和包容啊，减少凶星带来的这种不好的这种阻碍。感情方面呢，单身属猴的人在这个月，这个极有可能会找到你心仪的对象啊，但是呢，还是需要保持稳健的这种态度啊，避免过于激进。那已婚的人则需要多沟通，避免因为小事引发不和。健康上则需要注意防寒保暖啊，保持良好的饮食和作息习惯，以应对病符星的影响。所以整体来讲，丙子月是属猴人展示才能、积累人脉的好时机。只要属猴的人啊，稳扎稳打，谨慎应对水火这个
相克的这种波动的这种影响，就会在丙子月收获这个理想的成绩，为未来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好，这个我们休息一会儿吧。讲了这几个属相我们过几分钟我们再回来。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三亮道人。那现在呢，正给大家解析甲辰龙年丙子月12个生肖在这个流月运势它的这种什么样的一种情况。那同时呢，我会帮助您怎么样的去趋吉避凶，趋利避害。欢迎大家订阅本频道，如果有问题呢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交流群。下面呢，我们聊聊生肖属鸡的在甲辰年丙子月的这个运势。那甲辰龙年的丙子月这个公历是12月6号到2025年的1月4号，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农历的这个丙子月。那对于属鸡的来说这是一个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月份。那五行属金的生肖鸡来说，在丙子月受到了水月的这种助力，形成了金生水相生的关系。那水气这个旺盛，不仅它这个增加了生肖鸡的这种财运还会在其他的比如说事业、感情、人际关系等等方面都会带来积极的这种机会。但是呢，还由于这个凶星、灾煞星的这种影响，那属鸡的人在这个月仍然需要保持谨慎，避免因为疏忽而导致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说呢，这丙子月呢，对属鸡的财运呢表现还是比较积极的。那五行这个金生水的能量提升了，那么它的属鸡的这个偏财运的运势，又因为这个吉星、天德星与福德星的到来，那使得属鸡的人能够在财务方面获得不错的收益，尤其是在投资理财方面可能会迎来一些意外的收获。那不过呢，尽管这个财运表现的不错，但是呢也不适合冒险的投资所以说呢，属鸡的人要采取稳健的财务策略，以确保收益的稳定增长。那在正财方面，属鸡的人在这个月工作收入是比较稳固的，得益于前期的努力和工作上的突破，有望在年终获得一定的奖金或者是奖励。所以说呢，这个属鸡的人将这个财务规划提前要做好，避免因为节假日的消费而导致预算的超支。在偏财方面呢，虽然水气旺盛会带来一些短期财务收益的机会，但是呢，劫煞星带来的波动风险是不可忽视的。那么需要谨慎的对待投资项目，避免因判断失误而造成损失所以呢，丙子月的事业运势对生肖的鸡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发展期由于吉星、天德星与福星在事业上提供了这个积极的助力，特别是对于这个希望能在职场上有所突破属鸡的人而言，所以说这个月能够获得贵人相助，而且呢还会在重要的项目中发挥出色，
而且得到上级或者是这个下级的认可和信任。那么属鸡的人可以在这个时间呢，展现自己的这个领导能力和专业的这种素养，为来年的事业这个发展铺平道路。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三亮道人现在呢正在给大家这个直播12生肖甲辰龙年丙子月的这个运势。那我会帮助大家来趋吉避凶，趋利避害。欢迎大家订阅本频道加入我们的交流群。那刚才说到了吉星，那还有凶星、卷舌星，可能会对职场关系造成一定的干扰。那属鸡的人与同事或者合作伙伴的沟通的过程当中，要加以留意，尽量的保持谦逊和理性的这种态度，避免的因为这一些小的这种误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矛盾。所以说建议属鸡的人要关注细节，保持冷静，尤其呢是在涉及合同或者是重要的决策时，需要加以谨慎，从而呢这会确保你工作的顺利进行。本月对创业或者是领导岗位的鸡属相的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拓展事业版图的这种良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但是呢，要控制好节奏不要急功近利。那事业运势是大多数踏入职场或者是创业人非常看重的一方面。那刚刚说完生肖属鸡的事业运势，其实呢，丙子月事业运势比较好的属相还有呢属虎的、属兔的、属龙的、属蛇的、属猴的，还有属狗的、属猪的，这几个属相都是可以的。那时至年底呢，正是这个为来年事业打基础的好时候。上述的这些属相可以利用这一契机，为明年的工作事业打好前站构造很好的人脉。说完了事业，我们再说说这个感情方面吧。那对于属鸡的人来讲呢，生肖鸡充满了微新的这种机遇，特别呢是单身属鸡的人，他受到了吉星、红鸾星的影响，桃花运也会比较旺盛，容易在社交活动或者是朋友聚会中遇到你有缘的人。对于渴望恋爱单身的属鸡的人来说，丙子月这个月可以开启新的恋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所以说我也建议你保持真诚和从容的态度，自然的展现自己的优点，有助于吸引到志同道合的这种伴侣。那已婚的和有伴侣的这个属鸡的人，那这个月呢，他的感情生活是比较稳定的。吉星的存在带来了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但是呢，吉星卷舌可能会引发一些小的争执，特别呢是在生活琐碎上需要多加注意，避免因为琐碎的矛盾影响彼此的关系。所以呢，在属鸡的人相处应该保持包容，适当的表达对伴侣的这种关心以增进双方的这种感情，避免因小事而引发不快讲完这些，我们再讲讲这个健康的运势吧。那丙子月对生肖鸡的这个健康方面来说呢，会带来一些这个考验这个尤其是凶星并福星的这种存在呢，它会对健康运势可能会带来一些小的病痛，特别是在冬季寒冷的时候容易出现呼吸系统感冒这个肠胃方面的不适。那么属鸡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应该格外的注意保暖，避免过度劳累，尤其是在年末应酬较多的情况下，尽量的保持良好的作息以预防因过劳
或者是饮食不当而引发的健康问题。此外呢，在这个丙子月还需要避免情绪上的这种过度的波动，保持平和的心态，适当的进行户外的活动或者是锻炼，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而且还可以减轻因季节变化带来的一些不适感。那对于年长的属鸡的人来讲，建议定期的去进行体检，特别是心脑血管方面，还有这个关节方面，应该多加的关注，以确保身体的稳定，这种健康。好，刚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我是三亮道人。那大家有什么问题，请加入我们的交流群，稍后我会给大家免费解答。那在人际方面呢，丙子月生肖属鸡的在人际关系上呢，会表现得比较顺畅，得益于吉星天德星的影响。那属鸡的人在社交中呢，表现会活跃，而且会富有这种吸引力，容易得到他人的好感和支持。所以本月适合属鸡的人拓展人脉，结交新朋友，尤其是在工作或者商务场合当中，属鸡的人有望通过良好的沟通能力赢得合作的好机会，为未来发展积累资源。但是还有一个凶星的存在，这个凶星卷舌煞在沟通上呢，会带来一些小的困扰。那因为这个属鸡的人尽量的去避免因情绪波动或者言辞不当而引发的误解。所以呢，属鸡的人在与人交往的时候要多加以留意，尽量的保持宽容的态度，特别的是在意见分歧这种情况下，要保持理性和冷静，以确保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那说了属鸡的这么多，我总结一下丙子月对属鸡的人来说呢，它是一个充满了潜力和机会的月份，因为吉星、天德星、福德星给他带来了事业和财务上的助力，使得属鸡的人能够在年底获得理想的收入。那事业上也具备了一定的这种突破的机会。感情方面呢，单身的人可以借助红鸾星的能量，积极开展新的恋情。已婚的人呢，则需要多加沟通或者包容，以维系家庭的和谐。那在健康上，凶星病符星提醒了这属鸡的人要时刻保持温暖和健康的管理，保持规律的科学的作息生活的习惯。那这样呢，会减少一些小病痛的发生。在人际关系方面，吉星的帮助呢，使得属鸡的人在社交场合当中如鱼得水，但仍然需要谨慎的对待言辞，以免因为沟通不当而带来的困扰。那么总的来说，丙子月对属鸡的人而言呢，它是一个成长和积累的好机会。属鸡的人要保持稳健的步伐，灵活应对吉星与星星的双重影响。这个他会在事业、财运、人际和感情各个方面获得理想的收获，也是为来年发展奠定非常好的基础。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甲辰龙年丙子月12生肖这个在流月的运势。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比如说问问事业呀、财运、健康情感、风水等等方面，都可以加入我们的交流群，我会及时的查看并免费的给您解答问题。好，我们继续那我们讲讲这个属狗的吧。属狗的在甲辰龙年丙子月的运势
丙子月大家都知道是2024年12月6号到2025年的1月4号这一个月是丙子年。那么对属狗的来说，这一个机会这个与挑战并存的月份，五行属狗的它这个五行是属土，那在丙子月水气的作用下受水土相克的影响运势上可能遇到一些波动。尽管这个土克水对属狗的人这个部分的运势会带来阻力，但是吉星、天喜星和天德星的加持，它会使属狗的人有机会在多个方面得到支持和发展的。那属狗的人应该在本月保持冷静，灵活应对凶星带来的考验，同时呢要抓住吉星的助力，推动运势的整体提升。那我们先说说属狗的财运方面。丙子月呢，对属狗的来说呢，它的波动是比较大的。正财方面，吉星、天德星会带来稳定的收入，尤其是对于事业稳定工作属狗的人，那本月收入是比较平稳的，有望通过这种勤劳的工作得到一定的年终奖励或者是额外的收入。但是属狗的人可以在正财方面有意识的增加储蓄，为来年做好财务准备。此时我们这个可以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在日常的收入的这种积累上，避免冲动消费。偏财方面，呢，因为它水土是相克的，所以说它的这个偏财运的波动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受到凶星劫煞的影响。那么属狗的人在投资和理财方面他会遇到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建议呢，属狗的人采取保守的投资策略，不要盲目的追求短期的收益或者是高风险的项目。特别呢是在金融市场不稳定的情况下，避免大额的投资，尽量的选择低风险的这种理财的方式确保资金的这种安全性。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甲辰龙年丙子月12生肖流月的运势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可以告诉我们，比如说事业财运、健康、感情、风水等等方面可以加入我们的交流群，我会及时的查看并免费的解答您的问题。好，谢谢，我们继续那么事业方面，丙子月对生肖狗来说呢，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因为吉星、天德星带来了这种贵人运，帮助属狗的人在工作当中会获得他人的支持和帮助，特别的是在团队合作或跨部门的项目中，容易获得上司或者领导的这种赏识。所以在这一个月份，适合属狗的人积极表现自己的才干，通过良好的工作表现巩固职场的地位，为来年的事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但是呢，凶星、卷舌星可能会对职场中的人际关系带来一些小的麻烦，尤其是在沟通中需要多注意这方面的这个因素避免因为在措辞不当这个引发误会。那么属狗的人在工作当中呢，应当保持冷静，特别是在面对意见分歧的时候，尽量的保持理性的这个和耐心，以免因为情绪化的言辞影响团队的氛围。在做重大决策或者推行新计划的时候，属狗的人应仔细权衡利弊，尽量的减少工作中的冒险行为，以稳妥的方式推动
事业的发展。好，刚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我是三亮道人，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加入我们的交流群，稍后呢我会给大家免费的解答。我们再说说这个感情的运势。那丙子月感情运势对于生肖属狗的是比较有利的，尤其是单身属狗的人，因为吉星天喜星带来了这旺盛的桃花运，有机会在社交场合中结识新朋友，甚至有可能发展成一段稳定的恋情。所以属狗的人可以多参加聚会活动，包括社交活动，增加与他人这个交流的这个机会，展示自身的优点，自然的都会吸引到志同道合的这些对象。但是呢，在感情初期，属狗的人不宜过于激进，宜保持理性与冷静，以确保感情发展的稳定性。我们说一说这个已婚或者有伴侣的这个属狗的人那在这个月感情生活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和谐的，因为有吉星的助力，会让家庭的氛围更加的温馨彼此之间的默契感会增加。不过呢，这个卷舌星可能会带来一些小的摩擦，尤其是在家庭琐事或者是财务支出上容易出现分歧。建议属狗的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呢，多加一些理解和包容，避免因琐事而导致不必要的争吵，与伴侣多进行沟通，相互支持，将有助于增进感情。那健康方面的运势，我们也来这个讲一讲丙子月呢，属狗的人在健康运势是稍显波动的，因为受水土相克的影响，属狗的人可能会在这个寒冷季节中遇到一些身体不适，尤其是肠胃、呼吸系统，这多方面的这个需要多加以关注，因为这个凶星病符星这种入宫，它会带来一些这个小的病痛。比如说感冒、咳嗽消化不良这些问题，所以属狗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温暖，特别是避免因饮食不当而引发的肠胃问题。此外呢，这个属狗的人呢，在本月还要注意情绪的管理，避免因工作或者是生活压力导致情绪波动，保持心态平和，有助于提升整体健康状态。适当的运动和良好的作息将有助于增强身体的免疫力，而且呢，要减少病符星它带来的影响对于尤其是年长的人来讲，最好呢要定期的去体检尤其是在心脑血管方面和关节方面应该多加注意。那尽量的还是这个，因为这个天冷保护好这个关节，确保身体的稳定的这种状态这个年龄大的人呢，因为这个尤其是在冬天这个一定要注意保暖，否则年龄大的他这个血管也会比较脆，要注意这方面的因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甲辰龙年丙子月12生肖这个流年的运势。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比如说事业、财运、健康感情、风水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加入我们的交流群，我会及时的查看，并免费给你解答问题。好，我们继续那在人际关系方面它会在这个月呢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那吉星、天德星提升了属狗的人的人际魅力，使得属狗的人在人际交往过程当中呢，会变得更加的自信，有亲和力
容易得到他人的信任和支持，特别是在职场或者是团队活动当中，有机会通过积极的表现赢得同事和上司这种认可，对未来的发展积累这个有利的人脉资源打好基础。但是呢，还是有凶星卷舌星的这种干扰，可能会在沟通上带来一些小困扰。所以属狗的人在与他人交流的时候需要多加留意，不要因为言辞上过于的直率，特别呢是在涉及敏感话题的时候，应该尽量的保持中立，以免无意间得罪他人。建议属狗的人在本月保持谦逊和包容的态度，尽量的避免情绪化的表达，特别是在与朋友、家人相处时候，多一些理解和耐心，有助于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俗话说职场如战场，除了工作中保持冷静外，还要预防职场的小人的暗算所以呢，各位网友听好了，要特别注意防范有些职场小人。那职场小人严重的话呢，会影响了你个人的运势。所以在这里，道长教大家一些这个破解职场小人的妙招比如说这个我们可以请一张道家的这个化解小人的符最好呢是请道长在这个道观里边给你做这个化解小人的法事，这是最有用的尤其是这个犯太岁的这些属相，最好是在春节前面做一做拜太岁的法事。好，我们呢这个对于丙子月来说属狗的人来说是需要一个保持稳健的一个月份。我们综合的来讲一讲刚才讲了这么多，我们总结一下。那么在吉星、天德星与天喜星的助力它是为属狗的人会带来一些很好的财运，事业上人际关系上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方面的一个提升，特别呢是在职场中有望通过努力获得上司的认可并且呢在团队的建设良好的口碑正财收入也会比较稳定这都是增加储蓄的好时机。在感情方面也是具有良好的发展的机遇的单身的有望遇到这个合适的对象，已婚的也可以增进伴侣的这个关系。那凶星、卷舌星和这个病符星也会带来一些小的麻烦，提醒属狗的人在沟通和健康方面保持谨慎，建议属狗的人注意言辞，避免因小这个误会引发不必要的这种矛盾有的可能会因为一点小小的这个误会本来挺好的关系，本来挺好的同事关系就后来又闹得不可开交要注意自己的言辞这个不要过于的激烈要有这种包容心。那么同时呢，在健康上面会保持良好的这种生活习惯特别是在饮食作息上要多加的注意以应对寒冷的冬季带来的身体的不适。而总的来说丙子月对属狗的是一个积极的提升的一个月份。只要你属狗的保持冷静、积极进取，合理应对吉星和凶星双重的影响就能够在事业、财运和人际关系上获得理想的成果对来年的发展打下稳固的基础。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三亮道人。现在呢，正在给大家解析甲辰年丙子月12生肖在这个流年的运势。
帮助您呢怎么样的趋吉避凶趋利避害。欢迎大家订阅本频道。如果有问题，请加入我们的交流群。下面我给大家聊一聊生肖属猪的在丙子月的这个运势。属猪的是在这个12生肖最后一个这个生肖了。那么丙子月呢，又是这个公历的最后的一个月份。丙子月呢，它是农历的说法但是公历它是12月6号到2025年的1月4号。那对于属猪的来说呢，是一个整体运势较为积极的月份。那五行属水的生肖属猪的在丙子月水月当中呢，因为水旺而得势，整体的运势会得到增强。同时呢，它还得到了这个吉星天德星和天喜星带来的这个贵人运和正财运。而这个凶星劫煞和病符它也会对人际关系和健康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属猪的人需要把握好这个时运的同时，还要保持谨慎，特别是在健康和言行方面要多加注意，以确保顺利度过这个充满机遇的月份。我们先说说这个财运。财运在丙子月里边，生肖对属猪的来讲是很有利的，尤其是正财方面受到吉星天德星的助力，有望获得稳步的增长。那工作上的付出也有可能会得到不错的回报，尤其呢是对于从事固定收入或者是项目分成属猪的人士，到年终的时候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奖金或者是奖励，进一步稳定了财务状况。那属猪的人呢，可以利用本月的正财收入来增强积蓄，为来年的财务计划打下基础。那偏财方面呢，丙子月的水旺为属猪的人会带来偏财运的提升，但是呢，劫煞星影响提醒属猪的人要谨慎投资不要轻易的涉足高风险的这个项目，避免因为判断失误而造成财务的损失，特别是对于这个偏财这个心这个比较重的人而言，尽量的选择低风险回报稳定的项目避免因冲动而影响财务的安全。另外呢，本月也不适合过度的消费，因为属猪的人他需要合理的规划开支，在这个月避免因为节假日开销过多而导致预算超支。还有网友问五行属水的这个属相还有哪些？对于水属性的在财运方面，道长有哪些扬长避短的破解方法？五行为属水的属相有这个属鼠的、属猪的这个就这两个这个五行为水的属相就这两个。那么对于属这个水的属性的在财运方面，尤其是在这个月还是相当不错的这个我们呢这个可以穿一些这个蓝色的衣服或者黑色的衣服增加这个水的这个能量我们大家都知道水是主财的那在这个月我们这个多穿这个水性颜色的这个衣服的话，那对你的财运还是有比较大的帮助的好，我们继续，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甲辰龙年丙子月12生肖这个流月的运势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比如事业、财运、健康、感情、婚姻风水这些问题，都可以加入我们的交流群，我会及时的查看并免费解答您的问题。好，我们继续再说说事业的运势。
事业方面呢，丙子月对属猪的来说是一个充满机会的时期，因为有吉星天德星带来职场中的贵人运，所以属猪的过程当中有望得到上司的认可或同事的支持，特别是在团队协作和重要的项目当中能够表现的出色，还能够展示出个人的魅力实力和才干。所以对于在职场中追求的人，这个属猪的人来说这是积累经验、提升地位的好时机，建议这个积极把握，展示出自己的能力和潜力。不过凶星劫煞星它带来了一些这个小的挑战，尤其是在沟通和这个合作中呢，容易会受到一些小的摩擦或者误会，所以这个属猪的人呢，在工作当中呢，要保持冷静，避免因情绪波动而影响工作进展，特别是在涉及到这个合同或者是项目协作的时候，需要多加以留意，务必呢这个认真仔细的检查这些细节，以免因疏漏大意而引发问题。所以在面对重要的决策时，属猪的人要保持稳健的态度，不宜过于激进，以确保事业运的稳步推进。好，我们再说说这个感情的运势丙子月这个感情的运势对生肖属猪来说是比较理想的。那单身的属猪的人，因为吉星天喜星的影响，桃花运势会显得尤为的旺盛。这个月这个属猪的人很多都会犯这个桃花的所以说在本月这个社交场合里边，单身属猪的人可能会遇到心仪的对象，有机会开启一段新的恋情。建议属猪的人保持真诚和自信，适度的展现自身的优点，顺其自然推进感情这种关系，会有助于在年底收获感情的美好。那么已婚和有伴侣的属猪的人，这个月感情生活会相对和谐，因为吉星的照耀使得家庭关系更为温馨，彼此之间的默契和理解度呢增加。但是呢，有凶星卷舌星的存在，那也会在生活琐碎上带来一些小的摩擦特别是在日常的沟通中，容易因为小事产生误会。所以建议属猪的人对伴侣多一份耐心和包容适当的沟通以解决分歧，有助于维系和谐的这种关系增进彼此的这种情感。好，刚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我是三亮道人。那大家有什么问题，请加入我们的交流群，稍后呢我会给大家免费解答我们再说说这个属猪的丙子月的健康运势。那它这个月呢，它会呈现出一定的这种波动，尽管水旺有利于属猪的整体的运势，但凶星并福星可能会导致一些健康上的小问题，尤其是在季节交替和天气寒冷的时期，那属猪的人需要特别的注意呼吸系统、肠胃系统和关节方面的一些小问题。所以说呢，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要注意保暖，因为这个月呢已经进入冬季了，天气也比较寒冷特别呢是在饮食上面尽量的保持清淡，避免辛辣食物，以减少肠胃的负担。另外呢，这个月属猪的一定还要特别的关注情绪方面的管理，避免因为压力而导致情绪失控，适当的运动和规律的
作息有助于维持身心的平衡，增强免疫力。那对于年长的人来讲，要建议还是你多体检尤其是心脑血管健康方面的一些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多关注一些，以应对季节变化带来的身体不适。那在人际关系方面，丙子月的生肖属猪的人际关系上是较为顺利的，因为有吉星天德星，使得属猪的人在社交中更具魅力容易得到他人的信任和认可。所以属猪的人可以在本月积极参与社交活动或者是工作聚会，这样呢就会有机会结交新的朋友，或者是拓展人脉资源。那对未来的发展积累良好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商务场合当中，那属猪的人呢，他会通过自身的亲和力、沟通能力，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但是呢，我们还得说这个凶星因为毕竟有凶星卷舌星在沟通上可能会带来一些小问题。那比如说属猪的人在与他人交流的时候需要多注意言辞，不要过于直率和随意，这样呢你会避免无意的这种言辞引发的一些误会建议属猪的人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要保持这种谦虚和耐心尤其是意见不一样的情况下，尽量的冷静处理，避免情绪化的反应这样就有助于你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我们最后再给一个这个综合的建议吧。这个对于属猪的人来讲，丙子月呢是一个运势稳中有升的月份，但因为有吉星、天德星和天喜星的助力为属猪的人的财运、事业、感情和人际关系都会带来积极的提升的这种机会。那属猪的人可以在正财收入上积累财富，同时呢，在工作中凭借自身的这个才干获得认可和支持，特别是在团队合作和人际的交往当中，会表现得更加的出色，有助于未来的发展。但是有凶星劫煞和病符星，这就提醒属猪的人要保持谨慎，避免因情绪的波动或者是沟通不当而带来不必要的困扰。那在财务上面呢，应避免冒险的投资保持稳健的理财策略。在健康方面呢，也需要特别的注意冬季的保暖和饮食要维持身心的健康的这种平衡。所以总体而言，这个月属猪的提供了一个积累和发展的好机会只要属猪的人保持冷静和理性积极利用吉星带来的这个好运，就能在各个方面取得理想的成果，为来年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这么热情的参与，希望这次的直播呢能为您带来一些启示，帮助您更好的迎接机遇和挑战记得订阅本频道，未来还有更多的精彩生肖的运势的解析和实用的这种开运的建议如果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加入我们的交流群，那我们会深入的和您交流祝愿大家好运吉祥，事事顺心。下次节目再见，福生无量，天尊。